不一样。现在你要吃到的是虾里面最好吃一个品种。那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台南第二天一早去吃锅烧意面，本来想吃的另外一家，但是关门了。路过水仙宫市场的早市，真的好有烟火气。就是现在想想，真的很后悔当时没买2个水果吃。我来之前以为台湾的意面和广东的怡府面会有点类似，但实际上不是。虽然都是油炸面饼，但是炸的程度不同，口感也会很不一样。谢谢，先来喝口汤。汤有那种鲜甜的味道，我这碗是和盲人一样吗？我喝一下你的汤，不一样，不一样。我这个里面有很多那种蔬菜的，这个东西比较多。它这个蛤蜊的汤头是咸感比较重，然后蛤蜊的鲜味比较重。来吃一下巨大颗的蛤蜊，绝了吧！它这蛤蜊太饱满了，超级饱满，超级嫩。就我没吃过这么滑嫩的蛤蜊，但是它就是可能回味里的蛤蜊那个苦味会稍微重一点。虾子也好大。我跟你说啊，它那个蛤蜊啊，像在吃它里面那个熟度控制，巨鲜，我跟你说这个。好吃的。这蛤蜊啊，现在熟度控制正好，咬开像在吃那生蛋黄一样。现在你要吃到的是虾里面最好吃一个品种，剥好的虾。吃一下你的硬的意面，它我感觉其实跟广州的那个意面口感不太一样。我这个吃的话，表面还会有那层炸过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硬的那个口感在，但是它因为炸过在煮到这个汤里面呢，就特别吸那个汤汁里面的鲜甜的味道。跟昨天喝的小卷米粉汤头一样，都是很清甜，但是是不一样的鲜甜的感觉，感觉比那碗小卷米粉汤的鲜甜的浓厚度再深一点。它这碗蔬菜汤里面有点像以前小时候吃那种丝瓜蛋汤的那种鲜甜感，带了点菜香。我刚刚进店的时候就闻到过很重的玉米笋的甜味，超级香，超级甜。吃起来其实没有这么甜，脆甜嫩，但是是带着那种糯玉米，东北大糯玉米的那种玉米味、玉米香味，不是水果玉米的纯甜味。王老板有什么想说的吗？两个硬度我们有比较嘛，平时我们都是喜欢吃硬面的，但今天我觉得这个的不硬的比较好，因为你这个不硬的已经有那种 Q 弹的感觉了。我来吃一下这个不硬的意面。我懂你意思了。它正常的意面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广东怡府面的感觉，但是它会比怡府面的那个油炸的香味再多一点，但是不是那种油腻的那种油炸，香气层次会比怡府面再多一点。偏硬的锅烧意面就是会多一层，就是像是怎么形容呢？就像小时候吃那个方便面，我喜欢用微波炉加热，然后它那个面没有全熟透的时候，有一层硬硬的那种口感，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来吃白糖桂，虽然都是糯米类的油炸甜食，但这个也和我想象中的口感差别很大。每个来一个可以吗？每人来一个。来吃一下台南有名的白糖桂。烫的吧？它其实外面那个油炸的味道有点像油条的味道，脆壳比我想象中要厚很多，然后里面是那种很软很软的马鸡皮的口感，那其实反而里面实心的部分的存在感比较弱，就是感觉更像在吃外面脆壳的感觉。比在我相对熟悉的江浙一带的糯米类制品，我可能会用梦幻2个字来形容白糖桂内馅的口感，就是它很轻盈很轻盈，像是那种软绵细腻的大麸皮。脆口对我来说硬了一点，我更喜欢吃软的吗？对，一个番薯烹，他有在为难我。拔出来。它这个，大型南瓜饼，它跟我想象中口感不太一样呢。不，它比南瓜饼还要软很多。它跟那个白糖桂内馅是一样的，就是
你到嘴巴里面感觉嚼吧两下就化掉了的那种感觉，跟以前吃过的都不太一样。这个芋头饼，它芋头饼是那种岭南的芋头饼，就是外面是苏打饼干，然后里面包芋泥，然后拿下去炸。它这个芋头饼比外面大多数的芋头饼的里面的芋泥馅会填的稍微薄一点，然后吃起来其实芋头香气还是有的，但是没有什么感觉自己在吃很厚芋泥的那种满足感。我觉得最惊艳的应该是对我来说是白糖粿。我最爱这个芋泥的。那你多吃点，宝贝。这里插播一则，当我们早上浑身只有不到200台币的时候吃的咸粥，可能因为昨天那家虱目鱼汤店实在太惊艳了，这家给我的感受更像是一顿能吃得很舒服胃贴的早餐。里面放了更多的那个有葱素和蒜素，所以比昨天味道还要丰富一点。跟昨天的口感不一样的呀，昨天感觉更嫩，今天这家稍微更绵更。我直说了吧，稍微老了点。外面有鹅啊包，鹅啊新鲜的，熟度刚好。它其实和我们那种广州烧鱼皮不一样，这是熟的鱼皮，是拌一下。它鱼皮上面放的是那个肉燥，所以会有股肉香。它里面放了好多香菜，好喜欢。才仙人狂喜。之后喝了一家据说是台南在地的手摇店，这杯真的还蛮特别的，感觉其他地方不太常见。什么表情？牛逼！牛逼！没喝过这样的饮料。哦，还挺好喝的。这挺好喝。我们喜欢喝酸的这。不过它里面是不是有个茉莉茶的味道？它里面用了3种梅子，下去之后会有那种像喝气泡饮料一样从喉咙口往上冒的那种感觉，就有一口气像是堵在这边。然后调味的话就是梅子，然后有一点类似于像茉莉绿茶会有的那种茶香，然后里面似乎还有类似紫苏梅会有的咸味，整体喝起来很清爽。中途去台南的农会市场买了些台湾特有的调味料和土特产，然后就出发去吃鳝鱼意面了。哇，这边这个过马路真的是，它锅气还挺强的。好脆好弹。酱油加乌醋加糖的调味，其实是甜味为主，然后酸是香，不是味觉上的酸。锅气其实有的，但是醋的酸香味会比锅气再稍微重一点。但它真的炒的锅气很棒。哇，这洋葱的香气太强了，太甜了哥！妈耶，一口面。它的面有点介于我们今天中午吃的那个硬的意面和正常意面中间的口感，很 Q， 这就是意面的特色。你要发挥一下吗？这个鳝鱼吃得出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这个勾芡勾得非常好，不管是面还是甚至这个洋葱都能比较好的扒在上面。你光吃这个酱感觉比较 heavy， 其实挂在面上还好。它的鳝鱼品种跟我们那个不一样，它的鳝鱼很宽嘛，它表皮的那一层是滑溜溜的，但是底下那一层就是偏肉感更强一点。我吃了一整颗蒜头，蒜头也好吃的呀。本来呢是只想吃鳝鱼的，但是呢，我很好奇，就是干炒鳝鱼和湿炒鳝鱼会有什么区别？那调味其实跟那个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一个勾芡，一个不勾芡。那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它这部分干炒呢感觉更 Q， 尤其是吃到这个鳝鱼边边的部分，薄边的部分感觉更 Q 一点。吃面，然后面有什么区别？干炒的。它不勾芡的话，这个酱汁对于面的附着感就会弱一点，所以吃起来会没那么甜。对，就是你一入口，除了锅香气之外，主要就是甜味。有区别好吧？因为里面是油炸过的，然后它如果这样子去炒，它有种炒方便面的感觉。总体口味是一样，喜欢吃炒的就点干的，喜欢吃湿的就点，喜欢干的就点干的，喜欢湿的就点湿的。鳝鱼品质还可以的，没有什么腥气，而且它锅气还挺强的。我事后回想一下，这家鳝鱼意面的师傅炒工确实了得。我吃完大概过了3个小时，打出来的嗝都是他的那个锅火气。还吃了一家在地很有名的冰店，可惜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不是草莓季了，就没吃到草莓，但吃到了我很期待的姜汁番茄。番茄有小时候那种番茄的味道了。
这上面是梅粉姜汁。这个蘸酱按理说是酱油膏加糖，但我当时尝感觉像是有中药味的糖浆，类似于西方的 molasses 的感觉。这个粉我一开始也不确定是梅粉还是甘草粉，吃的时候风味也确实不太明显，就是被旁边的姜末抢戏太重，我甚至一度以为是姜粉。这应该是搅匀了吃的。哎，等一下，这应该是姜，这个是姜。姜末，这个白色是梅粉吧？还蛮特别的。番茄小时候那番茄。对，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很有番茄味，然后很。不好意思，那我再来吧，吃一下牛肉饼。他说刚刚说什么？下面要搅匀了吃吗？是炼乳啊。是牛乳吧？我就以为这是。它西瓜冰镇过，好甜，好甜。它应该不是纯炼乳，应该是炼乳和牛奶还有蛋奶调配过的，我猜啊。努力吃冰的话，吃不到西瓜哦。姐妹，那西瓜真的很甜，很好吃。对我来说，上面牛乳饼有点太甜了。但是台南出门的天气吃这个还蛮爽的。姜汁番茄就是台湾这边比较特有的一种吃番茄的吃法。周末的话会更有辛辣感，那吃不了这么甜的。其实它厉害的点在于它不是只有上面一层是有炼乳的，以前吃那种冰沙的都会有个问题，就是上面那层有炼乳，吃到最下面的时候就没有炼乳的味，就没有甜味了，就是。但它这个从上面到下面都是有炼乳的。西瓜还挺多的。虽然说台南的甜我无福消受，但是不可否认这家的食材选择真的很出彩。就番茄本身像是有黑市番茄那种浓郁的番茄香气和淡雅的甜感，西瓜本身即使没有牛乳冰的加持，也是那种会让人吃得很开心的存在。因为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回民宿的路上去买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蛋糕吃。这个蛋糕超级爽的。好，可以。好，来吃一下这个台南特产的芋头蛋糕，它真的看上去好短啊！它插下去的时候有那种类似于舒芙蕾一样扑哧的那种声音。空口尝一下鸡蛋，不是蛋糕本体，它味道其实是那种老式鸡蛋糕会有的味道，但是它口感它非常湿润，就是真的跟吃舒芙蕾一样，就是一入口它那个蛋糕体就化开来了，那上面奶酥呢是有一点点咸度的，所以它就是有点点睛的感觉。我先空口吃一下芋头，它的芋头不是很真材实料的芋头，就是你能吃得出来它里面放了奶粉和一些除了平时做芋泥以外的一些添加剂的味道。但是这个蛋糕真的做太好了，就真的好蓬松啊，就是吃下去完全没有任何负担，就是它在嘴巴里面大概过3秒钟就消失不见了。上面因为有奶酥，所以吃起来有点硬硬脆脆的口感，然后跟蛋糕体混在一起吃就还蛮有层次的。然后上面奶酥嘴巴里面嚼2下之后是那种沙沙的口感，有点感觉像在吃那种咸蛋黄那种沙沙感在里面。蛋糕体口感还不错，但是味道其实就是那种老式蛋糕店会有的蛋糕的味道。换个人，我的蛋糕没有任何竞争能力，口感非常松软，但是这个芋泥我觉得没有到特别没什么存在感，就像一点点香味，就吃原版就可以，就要贵1.5倍的。好吧，然后它蛋糕体其实活在那种老式蛋糕的味道，好了，口感就很极致。可以不吃。